大家好，我是李灿。今天咱们就聊一聊，在中文学习的过程中呀，会面对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，就是说。很多朋友啊都会面对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好像听也比较容易，读也比较容易，但是一旦要面临说这个问题啊，很多人就发现自己完全捉襟见肘啊，不知道该如何开始，而且好像怎么做都不对啊。我觉得首先啊，这其实是一个心理问题，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心理暗示啊，就是会不断告诉自己啊，我不行的，这个问题太难了，我根本做不到。就是这个问题在这个当下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中文，大家会预设很多问题，就是说啊，要说的话，中文它的发音特别难，对不对？还有四声，天哪！一个语言为什么要有四声？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？简简单单的多好呀，像别的语言行云流水多好呀。可是啊，朋友们，中文它已经是一个已经存在的这么一个语言，它没法按照你的意愿来加以改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适应它，怎样在最有限的条件下做到最好。首先，咱们讲一下这个心理问题啊。心理问题它是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，就是你首先得把自己这个心墙给推倒，一定要推倒，让自己把眼睛视野睁开，看一看。中文它虽然确实挺难说的，但它未必到一个完全不能说的境地，对不对？像我，还有像这个地方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人都在说中文，对不对？那中文真的是那么难说吗？未必，都是人嘛，只是你愿不愿意啊，去克服自己心里那层恐惧，去把这个恐惧给撕下来，对不对？撕碎了。然后很多时候恐惧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在你想象的时候，它会无限大啊，感觉就像在黑暗中一个特别大的黑暗的存在，一个特别可怕的存在，好像张牙舞爪就在窥视着你，好像就要准备把你整个的吞噬一样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朋友们，恐惧它可能只是这么一个小小的，就像花木兰里头那个木须一样，它只是虚张声势而已。它可能只是影子，看起来哇好吓人，它实际上只有这么一点点。你可以用脚使劲的踩它，把它踩扁了。其实真的，我们需要克服这个心理状态，也是在一瞬间啊。就像我现在为什么选择出来拍呢？其实我也是想克服自己的一定的恐惧，就是恐惧在外面拍被人看到会怎么样。看到就看到呗，对不对？我看到这个公园里还有好多人在那跳舞呢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人在唱歌呢，还有很多人在那发疯呢。怎么了？被人看到，难道我会记住他吗？我根本不会在意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喊也罢，叫也罢，怎么也罢，没有人那么多人在意你。说实话，学习中文也是，你把自己这层恐惧给克服掉，说话说出来就行。就算你一开始的时候四声发不标准，又怎么了？对不对？没有关系啊，你可以独自练习啊。就算你面对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四声不标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关系啊。你像我到现在这个程度啊，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个南方人，所以我其实发音上受了很多自己方言的影响啊。到现在有些地方还不是说的特别好，大家还是能听出我这个南方口音的，对不对？虽然我在尽力的让自己贴近这个普通话啊，不是说我说的不是标准普通话，我是一个南方人说的标准普通话，而且我已经尽力发音发的比较好了。但是在很多时候，我说着说着，感觉嘴巴就瓢了，很多话就说不清楚了。特别是那个翘舌音，这个简直对我是一场灾难啊，你知道吗？要是让我去说那个绕口令4是4，10是10，对，我在慢悠悠的我还能说了啊，让我再快一些说，我就要了我的亲命了。所以没有关系啊，你想想看，其实中国人呢，就算中国人有这么多人，对不对？普通话它只是一个标准音而已。然后在中国这个特别大的这个国家里头，有很多人说话都是不标准的，不标准，很多他们发音也会出问题啊。没有关系，关键是我觉得有一定的口音还挺有意思的，真的。你也不要以为就是他说他们的有口音，就是四声是都是对的，
那可未必哦。你要能自己说顺来，对不对？说好来，然后最终也形成自己的口音，独特的口音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也特别好呀。为什么要为这个烦恼呢？对不对？4声肯定不是你说好中文的一个障碍。除了这个心理问题，其实还有另外一点，我觉得也比较重要，这就是你记忆词汇的方式，或者你输入的方式。很多人不管是学习这个课本、看小说或者看电影、看电视啊，都是浮光掠影的这种方式啊，就是看过了也就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呀，你把它只是纯粹当做一个输入的手段，你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学习的手段。当然，如果把所有东西都当做学习的手段，也会很累啊。为什么我不能享受一下呢？但我觉得最开始打基础的时候，还是得抱着一颗去学习的态度，不管是看视频、看小说、看任何东西等等，你得有一个想法在脑子中，就是说你把这些材料要充分的利用起来，里面出现的任何语言东西最好能记下来。很多人其实学习语言的时候，特别学习中文的时候啊，太过于在意记单个的词汇，单个的单词啊记下来，觉得哇我不错呀，把这个单词都记下来，我认得很多单词呢，很多中文呢。但是大家会发现，中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的用法就是变化万端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轻易的只有这么一个语序，你只要把这个词儿啊一个个填进去就好了。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它会有很多变换的形式。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让大家尽量去接触更多的这种中文表达方式。所以应该怎么做呢？其实我觉得我是不怎么推荐大家纯粹的只是记一个个单词的。记单词的话有时候有点虚无，就算你能记5000个单词、1万个单词，你很多时候还是不会用。或许通过这个你能看懂电视啊、小说啊等等，但是让你用你还是不会，原因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之前在我的视频里有说过，我推荐大家进行意群的记忆，对不对？一个个意群记下来之后，这意群反倒是大家在生活中在用的时候可以套用的。意群就是一个个表达方式，很多时候有些东西是固定的。如果你纯粹只是记一个个单词的话，你在那个瞬间你就只能蹦出一个个单词。但如果你记的是意群的记忆，你起码能进行一个个短句子的输出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第2点。其实说到第3点，我们想就是讨论一下，就是中国人在小时候是怎么去学习中文的。其实我觉得有2个方法是特别值得借鉴的啊。就记忆这个东西啊，它是不是很多人发现就记完之后很多就忘了？那么最关键是怎么去做呢？其实我觉得记忆，我之前看了一本书里头，记忆你要进行一个长久记忆，最重要的就是回想。你必须让自己去想，因为想的过程你就需要去调动自己记忆库里的东西。这个时候因为你已经有一遍记忆，然后再调动一遍，然后这样你调动的越多，调取的越多，你对这个东西啊记忆的就越深刻。而且是在你脑子需要很努力去调取的时候，你回想的时候，因为一个事情你做得很累很不容易，那记忆的就会越深刻。因为回想的瞬间，你不是像你只是在看，比如说我记单词的话，我看了那一个，然后我回去看，我再看一遍，那其实意义不大。而是在当下，比如说第2天复习的时候，你通过看那个意思，然后回想一下，它原来的文字是哪一个来着？这个时候，然后回忆，可能你会出错啊，没有关系。回忆的多了，我觉得你就能记得更多，然后记得会更深刻。就是中国人是怎么去学习中文的呢？其实有2个方法，我刚才说过，就是一个就是听写，就是我们有作业就是需要听写，上课上了什么，回去之后让你父母听写，说出一个词儿，你把它写下来，这其实就是回想回忆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背诵，我觉得背诵也非常非常有用，因为背诵啊，这其实是中国古人学习这个文章的时候非常常用的这么一个手段。因为中国古人也需要学习古文啊，或者一些文字什么的，他们都是通过背诵。中国人怎么说？有一句子啊，叫做"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"啊。
就读的多了，其实你要是能背下来，整个这个文章的这个经络呀、脉络啊，都会特别熟悉，然后里面的表达方式啊，都会特别熟悉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，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很多课文啊都是需要背下来的，或者只是背一些选段啊。当你背的多了，它会自然而然的在你脑子中生根。为什么？背诵很累，大家要明白一点，就是学的越累的东西，你记得越牢；越是简单的东西，你觉得很轻松、很放松，我只是纯粹去享受中文的话，你反倒很多东西都记不住。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这一点啊，向中国人学习。然后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我觉得学习语言还有最后一点，最关键的吧，就是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我没有一个合适的语伴呀，我怎么去练习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没有必要有语伴。语伴呢，它也比如说一个母语者啊，它可以纠正你的发音，对不对？而且让你的表达更为地道，这些东西其实可以慢慢的后期进行提升了。然后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进行补足、弥补。比如说发音，你其实可以通过模仿呀，模仿一些比如你比较喜欢的演员呐，或者都有视频的博主啊，像我是，对，你可以去模仿他们或者我啊，等等啊。然后呢，你就慢慢的，对不对？发音会越来越好。但是我这个方法呀，可以让你一个人去做，不需要语伴，一个人足矣。怎么做呢？其实就是复述。比如说你今天看了一个故事，看了一场电影，看了一个电视剧，看了一集电视剧，看了一个漫画等等，就是类型故事类型的东西，你把它用自己的语言可以说下来，或者可以用写下来也可以，但是我建议你自己说下来。说下来之后，你会发现你需要同样一个事情啊，或者比如一个短故事啊，在原文是它是这样说，但是你要调取自己的语言库，把它复述出来之后，应该是另外一番景象。而且说实话，就是通过我对我儿子的观察啊，就是比如我们今天学了不少太空的知识啊，我们两个晚上睡前有一个固定的项目，就是讲故事，就是讲太空相关的故事。我们两个在喜马拉雅上有个频道，就是我俩讲故事，每天讲3到4个故事。一开始的时候纯粹都是我讲的，他就是听。到现在为止，他其实已经反客为主了，就是我说一两句，他都会加入很多话，然后很多时候打断我，插入自己的意思。就是我觉得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啊，就是把他学的东西，我们今天接触的这些东西，然后融会贯通起来，用自己的语言去表现出来，这就是其实是一种类型的复述。这种方法用的越多啊，你对中文的对语言的掌握肯定就越好越强。学习语言最重要的地方，说到底啊，就在于运用。如果你不去用，永远也不用，不管是写也罢，说也罢，那你几乎是完全没有可能真正的掌握这门语言的。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评论。那么下次再见喽。